内不准偷喂零食。我操，谁在说话？还是河南话？这破海洋馆连条泥鳅都没有，我就吃怎么了？没素质，吃我一记正义之拳。我操！刚才水箱里跳出的那是什么？你们看到了吗？鬼，是粉色的鬼！啊，快跑啊！喂，你们票钱还没给呢，你这鬼地方还收票钱，我下辈子都不会再来了。这已经是这个月第19波刚进门就走的游客了。爷爷，你留给我的这个馆，连下个月电费都交不起了。鱼缸是用透明胶带粘的，我到底还能撑多久啊？穷鬼，你用透明胶带粘鱼缸，难怪水质这么差。我操，粉海豚，刚才是你在说话吗？不对，你会说话？废话，本少爷可是亚特兰蒂斯皇家翻译官，你这届房东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这里一点都不好玩，我走了。别走，粉海豚，你别走，能不能救救我的海洋馆？救命！我不会游泳。不对，我在水下能呼吸。哇哦，我水箱底怎么会有这种地方？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疼，不是梦，那就是我穷疯了，穷出幻觉了。枪直鱼，恐龙时代的活化石，这么大一条。吵什么？4亿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就数你们2条腿的生物嗓门最大了，很机车欸。你也会说话？这是罗海蝶。我爷爷笔记本上画了3000多张速写，找了整整40年都没见过一次活的。40年没见过我们，那你老汉儿运气还挺不错嘞。毕竟见过我们的陆地人，不是疯了，就是写进精神病院病历了哟。你们长这么好看，怎么嘴巴一个比一个毒啊？好看和毒冲突吗？不冲突哦，就像穷和傻在你身上也很和谐呢。夜海龙，这是号称世界上最优雅的游客的夜海龙。只要能带你回去，爷爷的海洋馆就有救了。Hello， 叶海龙大哥、小姐姐，您看您这超凡气质，跟我回去住豪华单间怎么样？独立水循环系统，24小时不间断供氧。丫够造的，您那破地方还不如我这胡同呢，我都听皮皮儿说了。好正宗的北京话。皮皮，就那只粉色的海豚，他说这房东可中，中得很。这是玉阳现役水泵用胶带缠，你说哪有这样的？水质浑得像绿豆汤，我都惊了。鱼进去游2圈都能腌住味儿了。去不了，爷们要脸。不是，我那是有客观原因的。妈妈娘别，乡里别。表哥我不去啦，我们可不想得皮肤病。朋友，给点活路啦！听说你连自己都养不活。我保证，只要你们跟我回去，我贷款也换设备，我卖血也换滤芯。天子你们别走！这是咒骂呢！擅闯国王后花园，好大的胆子！这哪是王宫？这是海底平民收容所吧？人有腿，人累。从哪儿来嘞？这是国王和王后，怎么和粉海豚皮皮一个口音？我叫林夏，从上面水族馆来的，就是水箱上面。管你是谁，擅闯王室禁地，按律当斩！啊！放开我！糟了糟了！杀了这么多年鱼，终于要被鱼杀啦！那是啥？好像是池地。爷爷走之前塞给我的桃子种子，我一直揣兜里当念想。这是种子，现在还不能吃，但是长在地里就能长出甜的、多汁的，比海带好吃10000倍的桃子。海底种陆地里东西，你当俺是新球？我没撒谎，这是桃子种子，能结果能吃。海底早都种不出啥了，拖下去，中午加个菜。加菜？加什么菜？
神农之力，当了5年社畜，以为这辈子只能用来识别公司楼下哪家外卖不拉肚子，结果第一次发功是在海底，给一群河南话人鱼种桃子。长出来了！人类长出来了！我的个乖乖！这东西真能吃？闻着比海参记的贡品还重。陛下，渡法了！天的，此物香甜多汁，比嘴肺的北肉还可口。朕宣布，桃树从此就是阿特兰蒂斯的圣树。什么东西能比北肉还好吃？好吃，好吃，好吃！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天哪，圣果会自己出汁，真的是甜的。我活了200年，没吃过这么甘甜的东西。阿特兰蒂斯有救了！你还能种出更多吗？能！只要你们放我回陆地，我回去给你们带更多种子，苹果、梨、西瓜，还能教你们怎么种。你回去了，不回来咋办？我要是不回来，你们还是照样饿着。但我要是回来了，你们就再也不用挨饿了。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挺着不亏。哎呦，海底国王桃子，我是不是加班加出幻觉了？深海红珊瑚，知道你们人类世界的规矩，这红珊瑚算是定金，只要你带来更多吃的，我们这里的宝贝任你挑选。刚才不是做梦，只要把答应国王的种子带过去，爷爷留给我的海洋馆就有救了。唉，我拿什么买啊？什么动静？这什么情况？我这破地方1年都来不了10个人，今天集体中邪啦！他转圈了，还会转3圈半！快看，粉色海豚！家人们马上把接好运打在公屏上，点赞过10万，我现在就跳下去跟他共舞！皮皮，你干嘛呢？国王陛下派俺们来监视你，不买种子，要断你水管。我靠，海豚大军啊！你们国王也太多疑了吧？他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皮皮说话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皮皮大人，咱商量个事儿呗。我现在吧，买不起种子，因为没钱。你们能不能先帮我表演一下？就那种翻个圈、喷个水、卖个萌。等我有了钱，不仅能买种子，还能天天给你们买磷虾。打工这辈子是不可能打工的。磷虾，我想吃磷虾。姐姐，我会翻跟头，我还会吐圈圈，比皮皮哥吐得好。姐姐，还有我会踢皮球。你们2个叛徒！既然皮皮不愿意打工，那我就给你们俩买吧。管饱。跟着我左右右左，就是你的左右。好的，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奇迹，这简直是生物学上的奇迹呀！你们看那条粉色的，那是中华白海豚的纯粉色变异体，全世界有记录的不超过10条啊，这么稀有。还有旁边那只黑白相间的，老天爷，那是沙漏海豚，只生活在南极洲高纬度海域的罕见物种，极难人工繁育，更别提和温带海豚同池共舞了。这家海洋馆一定掌握了神级的生态模拟技术，
背后的科研实力深不可测，深不可测啊！等等等等，南极的罕见海豚，国家级保护变异体，这是9块9门票能看的吗？没错，我就是馆长，门票只要1杯奶茶钱。但今天限时特惠，买3送1，办年卡送海豚合影。让开，老板，快收钱！我要办终生年卡，最前排的超级 VIP 有没有？我先来的，先给我办，我加钱，我加2倍。支付宝到账1000元，微信收款1万元，支付宝到账5000元，微信收款8000元。我发财了！有钱了，现在就把答应亚特兰蒂斯的种子安排上。给我来500斤水稻种子。500斤，500斤都没有吗？有，我们新到一批抗病性强的水稻种子，就是价钱比普通的贵1倍。番茄种子来20斤，黄瓜来15斤，辣椒10斤，茄子10斤，苹果10斤，梨和桃各10斤，还有西瓜20斤。白菜30斤，萝卜20斤，菠菜、生菜、芹菜各10斤，南瓜、冬瓜各10斤，土豆、红薯再来50斤。您这是要承包农场？不，我要承包一整个王国。老板，最顶级的超白高透亚克力展钢玻璃，工业级蛋白质分离器，恒温水循环系统，全给我来一套，马上送到我的海洋馆。姑娘，这一套下来得小10万。钱不是问题，刷海豚军团可是让我的海洋馆起死回生的大功臣，亏待谁也不能亏待了他。你怎么比我还忙？亚特兰蒂斯派你来当清洁工监理。昨天答应俺们什么了？你忘了？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们啊！姐，你永远是我的姐，我要给你打一辈子狗。你就这点出息？皮皮哥，你最有出息了，所以你的虾我来替你吃吧。小把俺的磷虾还给俺。皮皮，你也有今天。小狗了吗？俺嘞准头可是海豚界第一。来，干了这么久活，歇歇，尝点我们陆地上的好东西。怎么，不好喝吗？这是用什么做的？这是奶茶，用茶、牛奶还有糖混合做成的热量炸弹。真是太好喝了，以后多给俺带点热量炸弹，俺就喜欢这玩意儿。王后您慢点吃，那个有点辣。辣？这个味道就是辣吗？再给俺来10包。我要！大家别急，都有。哎呦，陛下在耕作呢，大伙儿都来给陛下照明。我去，这灯管成精了。这是五彩鳗，珊瑚丛里住了上千年，族里的孩子从小就爱黏着它们玩。这么大的带鱼，这要是做成带鱼段，能连着吃1个月。它是黄带鱼，这片深海的老寿星，俺们世代都当它是护着阿特兰蒂斯的灵物。鹅老头年纪大了，帮不上什么忙，就给陛下打打气吧。他说话一直这么省电吗？年纪大了，没办法。上次说完一整句话，还是300年前。哎呦，滨海天使也来了，他们只生活在最深的海沟里，平时很少出来。各整点呗，想整点甜的、辣的。来，姐姐这儿有。辣死了！我把滨海天使辣死了！你们这儿有没有海姆立特？不对，愚公呼吸也不对，反正快救救他呀！别急，好辣，好爽，再
来，我们也要。装的，忘了跟你说，滨海宝石戏比较多。因为海洋生态恶化，这些老伙计们一天比一天少了。也许他们这次和俺们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要不是恁带来了这些池地，俺们亚特兰蒂斯马上也要灭族了。陛下王后，看我给你们带来的什么？这是水稻种子，在我们陆地，这可是能养活几十亿人的宝贝。它能解决我们人类的饥荒，必然也能解决你们的饥荒。这小小的种子这么神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成了，这一大片全都能吃。能吃，但不能生啃，得加工。走走走，回宫。今天我给各位露一手。这白色的小颗粒真的能吃。陛下，您是一国之君，您先来。陛下，好吃，这是什么东西？300年了，这是我300年来吃过最香的东西。你们俩也一起尝尝。海神呐，这就是陆地上的食物吗？我不想当侍卫了，我要去陆地。林夏，你救了阿特兰蒂斯，这个恩我必须报。陛下您客气了，我就是种个地，如果您非要报恩的话，也不是不行。您都有些什么好东西啊？你不是很喜欢这些五彩鳗、黄鲈鱼和滨海天使吗？全部可以带走，我相信你一定能照顾好他们。竟然是活的黄带鱼！全世界哪个水族馆有活的黄带鱼？让！滨海天使在哪？我要看滨海天使！哎，我说这几位爷们儿，陛下派咱来干活，那是瞧得起咱，身段都拿起来，给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开开眼。走子，扭起来！哎，快来看啊，这五彩鳗会跳舞！哎呦，扭猛了，俺的腰间盘！撑住，外面几十镜头对着咱呢，可千万不能丢了咱五彩鳗的尊严。今天真是辛苦你们了，晚安。按照这个赚钱速度，我很快就能把整个海洋馆翻新了。爷爷，这里也没几个客人，你为什么要守着这个海洋馆啊？因为这里有很多需要爷爷去守护的东西。夏夏，等你长大，爷爷的海洋馆就交给你守护了。爷爷，我不仅要守护好你的海洋馆，我还要让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海洋馆。林夏，你新送来的蔬菜种子也长出来了，这是深海黑珍珠，拿去换成钱，不跟我客气。陛下，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呢？不贵重，不贵重，俺们海底呀，多的是这玩意儿。既然这样，那我就收下了。难道是纯天然深海黑珍珠？这一盒30万，我收了。姑娘，这珍珠你别当给当铺了，多不划算！我买，我出比当铺高2成的价，还有这匣子，你一起卖给我，咱们当场转账。你凑什么热闹？先来后到，懂不懂？人家姑娘是来我店里当货的。做生意哪有死规矩？价高者得。姑娘，我出50万，卖不卖？100万，12颗珍珠连同匣子，我全收了。成交。这笔钱一到位，我的海洋馆就能炎帝逆袭，从破铜烂铁秒扁海底网红天花板，
画面中，这位进行科普讲解的女孩，就是这家海洋馆的幕后掌舵人，00后青年创业者林夏。不久前，她毅然选择辞职返乡。林夏，我操，真的是他，居然回家当老板了！这海洋馆看起来真是不错啊。不可能，林夏在公司干了5年还是 B5，这么一个干啥啥不行的废物，怎么可能开得起海洋馆？肯定是搞的虚假宣传骗钱的。走，去拆穿他。娜姐，这排队的人也太多了吧，绕了得有3圈了。人多怎么了？越多越好，到时候翻车坑的人越多，他林夏死得越惨。哥们儿，你看了没？网上视频说里面不光有粉红海豚，还有南极的沙漏海豚，不止呢，还有活的黄毒鱼，会跳舞的五彩鳗，绝了！我排了2个小时了，脚都站麻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啊？拉倒吧，视频肯定是 P 的。就林夏那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穷酸样，他拿什么养珍稀品种？养泥鳅还差不多。你们一个个的也不动脑子想想，这种虚假宣传也信？你谁呀？懂不懂什么叫神级海洋馆？不想看就滚远点儿，别在这酸唧唧的挡着我们买票。我看他就是买不起票吧。哎，你怎么还插队呢？懂什么？我这叫帮你们探店。就这破地方也敢收大几十块，顶我一杯高端奶茶钱了。行，我倒要看看里面装的什么泔水。等会儿进去我就开直播拆穿他，让他不仅要把这奶茶钱给我吐出来，还要让他涉嫌欺诈去坐牢。还得是娜姐心善，见不得人受骗。各位游客请注意，今天的深海奇观特展限制客流，只剩最后20个购票名额，珍稀鱼类需要充分的休息，限量购票，请大家谅解。什么才20个？我排2小时了，你告诉我才20个？天哪！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震撼的深海巨兽，那黄道鱼少说10几米长，就在你头顶游过去。这票价简直是在做慈善！回去我发朋友圈，明天我带全家再来一趟。还说呢，难道林夏真的深藏不露？大家一个个来，不要着急。哎呦喂，大家快来看啊！这不是我们部门那个受不了大厂压力，天天在工位上哭鼻子的逃兵林夏吗？怎么是你，李娜？林夏，就你这种废物，职场上混不下去了，跑这种破地方来骗老百姓血汗钱。就是，娜姐说的对，林夏你可真有脸。这谁呀？他说的是林夏馆长吗？各位，你们全被林夏骗了，花那么贵的门票进来看垃圾，看见没有？就这花鸟市场10块钱3条的破鱼，他就拿这种玩意儿糊弄你们，这是海洋馆还是菜市场鱼摊啊？天哪，就这种摆摊都没人买的普通货色，门票竟然要49.9块。林夏，你在职场上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在这里一样是个弄虚作假的骗子。今天我就直播替大伙儿砸了你这黑店。这女的有毛病吧？说够了吗？怎么心虚了？无话可说了吧？我是怕你等会儿没机会说了。
去！大王乌贼，活的大王乌贼！娜姐，你背后。哇，这么大的乌贼，你会不会神仙手感在哪儿？现在就买机票。假的！家人们别信，这全是假的！林夏，你个骗钱的骗子！搞个破全息投影就想糊弄人？这大王无鱼要是真的，我今天就把这玻璃吃下去！投影看着不像啊，那水泡还在往上冒呢。就是投影，大厂淘汰下来的垃圾技术，也就骗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李娜，饭可以乱吃，玻璃还是别乱吃了，容易划破嘴。你少装蒜，有本事你让这假玩意儿动一下呀！你这妮儿搁这瞎咧咧啥嘞？你才是假嘞，恁全家都是假嘞！妈妈，我也想玩。喂，别跑啊！玻璃还没吃呢。不兑现承诺的话，再体验一次大王乌贼牌过山车哦！快跑！这吸盘比我脸都大，这门票49.9块，简直是做慈善啊！直播间的老铁们，看清楚没？真家伙！感谢前同事送来的热度，欢迎大家来深蓝海洋馆看真实的大王乌贼。一天光电费就要2000，这过滤系统还得升级，还要招5个专业饲养员，钱呢？天上掉钱吗？老板，这乌贼怎么不动了？是不是饿了？老板，你们这连个解说都没有啊！我看个寂寞啊！别拍玻璃，他胆子小。大家排好队，请往里走。老板娘，该水太冷哎，冻死您吧！快来嘎温啊！哎呦喂，这水池子也忒秀歪了，我搁里面都转悠不开，赶紧实做给扩了啊！娃娃贼，饿死老子了！赶紧开饭，要活下，死了不吃。吵死了！一个个要求那么多，我上哪儿去给你们弄活下？要是能把海底那帮人鱼弄上来帮忙就好了，免费劳动力，还不用交社保。老板，你这嘀咕啥呢？啥人鱼？没啥，大家继续看啊！这都第5天了，救出来的白鲸怎么还是一口不吃？谢总，所有办法都试过了，营养针也打了，开胃药也喂了，他就是不张嘴啊！你们不是顶尖团队吗？连头鲸都治不好，再拖下去他会死的。谢总，他这是心理问题，可能是不适应环境。继续换饵料，去联系国外的专家，必须想办法让他进食。好的，谢总，我这就去办。小谢，有个人也许能救绝食白鲸。老师，你有办法？这个海洋馆不一般，变异海豚、黄鲈鱼、大王乌贼，全是全世界都养不活的物种，在他那儿全活蹦乱跳。白鲸的事，他一定有办法。谢总，确定是这儿？这也太破了吧，跟咱度假区差了10个档次。进去看。知道了，知道你热，我这就把空调调低点，再拍玻璃扣你午饭。谢总，那条鱼好像在跟他告状一样。谢总，他真能和这些生物交流？如果真是这样，那白鲸为什么绝食，他肯定能知道啊。林馆长，冒昧打扰，我是滨海度假区的总经理谢泽凡。我们度假区最近救助了一只白鲸，已经绝食1周，国内外专家都束手无策。我想请您帮忙。谢总，滨海度假区就是那个门票380的度假区。正是。谢总，您抬举我了，我就是个开小破馆的，没养过白鲸，也不是什么专家，恐怕无能为力。钱不是问题，只要您答应，我给20万出场费。谢总，您误会了，真不是钱的问题，白鲸我真没接触过，万一耽误了您的事儿，这责任我担不起。这头白鲸是度假区暑期档的核心招牌，集团砸了3000万做白鲸主题区，旺季全靠它引流。
他要是死了，前期投入就全打水汤了。林馆长，如果您能治好白鲸，我把参观深蓝海洋馆的项目并入我们度假区套票体系，首年保底180万，超出的人次按35块一个跟您结算，后续客流涨，咱们再逐年递增。您是说把您的游客送到我这儿来？嗨，白鲸先生、小姐，那个我是来帮你的，能聊聊不？奇了怪了，平时海里的小动物可爱跟我说话了，怎么就他理都不理我呢？谢总，您找过来的不会是个骗子吧？他连靠近都不敢。谢总，这白鲸不是身体问题。什么意思？他是心理疾病，而且他不信任我，一个字都不肯说。这还用你说？我早就诊断出来了。硬的不行，只能找外援了。海底那帮老油寮，不对，老鱼精，见多识广，肯定有办法。谢总，给我24小时，我需要回趟老家，取个祖传秘方。祖传秘方？我家祖上3代都是给龙王爷看水族箱的。陛下，娘娘，快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这可是陆地上的顶级土特产。林夏啊，这个房盒子是干啥的？海底捞？我们不就是在海底吗？这么老？王后，海底捞是个名字，这个盒子是一个自热火锅。自热？啥叫自热？自热就是不用点火，自己就能煮熟。看我给您表演一个海底无火大餐。验证奇迹的时刻到了，退后，都退后啊！护驾，护驾！这盒子竟吐白烟了，有妖气！护马驾，没闻见香味吗？给本王退下！太好吃了，这毛肚，这脆肠，我活了800年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我的毛肚，还给我！死老头子，你给我吐出来！国王王后别抢别抢，火锅还有。国王王后，我今天来还是有个小小的忙，想请2位帮一下。你可是我们阿特兰蒂斯的大恩人，有什么忙你直接说，甭客气。我新接了一笔生意，有人请我救助一头绝食的白鲸，连着好几天绝食。我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着咱亚特兰蒂斯有没有了解白鲸习性的人啊？能帮我去救救那只白鲸吗？嗨，姐你可算问着人了啊！我大儿迪伦天天骑着个白鲸在海里瞎转悠，对那玩意儿门儿通。这事儿包在他身上，一准儿给你整明白。迪伦，迪伦，赶快给老娘滚进来！我操！我操！男菩萨显灵了，这脸，这身材，简直是古希腊掌管男色神。可惜了，是个生仙，没有腿。老天爷真是开了一扇窗，顺手把门给焊死了。母后，唤儿臣何事？迪伦，来认个脸，这位是林夏，咱家的大恩人。他那儿有一头白鲸，绝食快死了。你不是天天跟白鲸混吗？收拾收拾，跟他去陆地上走一趟。母后，儿臣拒绝。林夏虽对亚特兰斯有恩，但我们也已用深海黑珍珠作为报偿。我堂堂亚特兰蒂斯大皇子，高贵的海洋王族，好去给一个陆地人当兽医打下手，成何体统？住嘴！你个兔崽子，咋跟恩人说话嘞？皮痒了是不是？那个王后娘娘，其实王子殿下说的也有道理，确实不太合适。您看，地轮王子长了这么大一条尾巴，跟我们人类长得完全不一样。这要是上了岸，估计刚落地就得被有关部门抓去切片研究。这可怎么办啊？这有何难？他下半身是鱼尾巴，上半身不还是人吗？你们人类不是常说那句词儿怎么说来着？方法总比困难多。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本王子可是尊贵的人鱼，你不要乱来。妙啊！
这一袭宽白长裙往下一盖，谁能料到底下藏着一条1米多长的大鱼尾巴？母后，我是阿特兰蒂斯的嫡长子，您竟要我穿上陆地女子的裙衫，这像什么样子？闭嘴！住口！这里还轮不到你放肆。算了，父王母后早就被这女子带来的吃食哄得满心欢喜，我说什么都没用。不过我跟她走一趟也好，正好盯着她的一举一动，早晚揭穿她用吃食迷惑我父王母后的真面目。父王母后，既然如此，儿臣去便是。只是陆地偏狠，儿臣行动不便，不如把4大护卫带上，也好保护我和这位恩人。傻子，恩人，还是吴二相的周到。老贾、八爪、阿诗、大王，你们4个跟着大皇子一同随行。是，父王。 4大护卫听起来好威风啊！难道是流浪4大美男？天哪，一个银发腹肌皇子加上4个顶级帅哥护卫，虽然推5个轮椅是累了点儿，但这也太养眼了吧！哎呀，这可真是美丽的烦恼。这就是4大护卫。没错，这可是我亚特兰蒂斯最精锐的战力。精不精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要是带上岸，高低能凑一桌高档海鲜大潮。那个，对不住啊，王子殿下，你这连人带尾巴再加个轮椅，我实在扛不动，这可怎么上来啊？可以啊，八爪，这力气比起重机还好使。哎，阿诗呢？怎么没上来？我体型太散，上岸不方便，先在缸里待住啦。也行，你本来就适合深水，先在这凑合一晚。这叫海洋馆的地方，虽然远不及亚特兰蒂斯王宫宏伟，不过勉强也能住人。都听我安排。为了不引起注意，从明天起，蝶伦王子，你就是咱们海洋馆新来的饲养员。至于4大护卫嘛，就当管理新增的特色陈展生物。切，人类真是变态，好好的生灵不放在海里，非要圈在玻璃缸里给人看。馆长，那俺能自己选住处不？当然可以，你看上哪个缸就住哪个，只要别跑出去吓人就行。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巨型章鱼和大王乌贼是天生的死对头啊！这俩搁一个缸里，不得把我的缸直接拆了？大表哥，你咋也来了？当然是跟王子殿下一路来的噻。你娃藏这儿享清福，有这种好差事都不跟我说一声。老贾，你想去浅水区展区还是沙滩区展区？馆长，俺们海龟一辈子都待在海里，也就繁殖季才会爬上沙滩。放心，馆里全是海水模拟康，沙滩区也有，环境跟海边差不拉，保你满意。不是住处的事儿，是我要生了。什么？哎，等等，这卵怎么办啊？就这么埋着不管啦？俺们海龟都这样，生下来就自生自灭，能躲过海鸟，顺利爬回海里的，才是合格的海龟。救命啊！救命啊！馆长，这是俺最爱吃的虾虎鱼吗？俺能吃一口不？不行，不许吃同事，吃同事扣双倍伙食。好玩，真好玩！我可是王子殿下的贴身侍卫，你们居然敢玩我，看我不整死你们！哇，脏麻酥酥的好爽，再来一下！我也要！也不许玩同事，都给我住手！要了命了，我这是请来了帮手，还是找来了一群活爹？王子殿下，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但你好歹管管你的侍卫吧，再这么闹下去，馆都要被拆了。别的事我都指挥得动，唯独阿诗不行。为什么？因为水母没脑子。这海龟是假的吧？一天都不动啊！小年轻，少见多怪。
你别搭理他们。我不乐意动，但我乐意吃。加餐呢？晚上。什么玩意儿？硌着我了。动了！神龟显灵了，它喷我了！别投币，这不是许愿池，硬币会伤害动物。都别扔了，当我是公交车呀！上来就投币。祖宗，你低调点儿。林馆长，这群鹦鹉鱼太吵了，啃坏3株珊瑚了，怎么处理啊？老贾，帮我个忙。说。隔壁有一群嘴欠的啃珊瑚，您去镇镇场子。带路。什么玩意儿这么硬，牙都给老子崩掉了！事儿摆平了，加餐呢？老贾，你太牛了！以后这帮嘴欠的鹦鹉鱼就归你管，虾管够，天天都有。行吧，这点小事儿包我身上了。左边是珊瑚礁区，右边是深海水磨缸，前面就是海豚池。你那4个侍卫基本都安顿好了。地方狭小，陈设简陋，也就比海底石洞强一点。是，哪比得上您亚特兰蒂斯王宫气派？姐姐，你长得真好看。我是男的。不好意思啊。哎呀！啊！美人鱼！你故意的吧？会说话，美人鱼还会说话。各位游客请注意，这是我们海洋馆全新推出的深海人鱼沉浸式互动秀，这位是我们特聘的迪伦老师。真不去？不去。不去那就下去凉快凉快。我去，这美人鱼演员也太专业了吧！这尾巴做的跟真的一样。你看那鳞片还反光呢，这特效道具得几10万吧，也太舍得下本了。这颜值配这尾巴，比我在海边看的表演强100倍啊！美人鱼小哥哥，比个心呗！抓去研究。太敬业了，尾巴还会动，里面是不是有机械装置啊？今天的事，你必须给我个交代。当众把我推下水，让我给人类表演取乐。你把亚特兰蒂斯王族的尊严放在哪里？尊严哪有流量实在啊？你自己看，就今天一下午，咱们馆账号直接涨了10万粉，同城热搜都登顶了。我都盘算好了，以后固定每周3加一场人鱼互动秀，保准场场爆满，门票都能翻1倍卖。你还想有下次？又不让你白干，所有表演收入分你1半。你想换成种子、工具还是零嘴带回亚特兰蒂斯都行。你说的收入能买多少这个？你说芒果脆？你好好干1个月，赚的钱买芒果脆，能从亚特兰蒂斯大殿地面堆到王座底下，管你吃1整年都吃不完。我的天，这也太齐了吧！人鱼配海豚，真是票花的齐了。这演员也太牛了，跟海豚默契的像能无障碍对话似的。都别拍了，你们有没有点良知？这就是残忍的动物表演。为了逼海豚做这些花里胡哨的动作，背后不知道被饿了多少顿，打了多少回。你们居然还在这儿拍手叫好！
海洋馆为了赚黑心钱，就这么虐待保护动物，你们良心不会痛吗？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虐待动物了？不是虐待是什么？海豚天生会跳这种舞，还不是被折磨出来的？这种套路我见多了，全是靠打骂训练出来的。这人怕不是脑子有病，跟王子殿下一起表演，可是我们的荣幸。就是表演完还有后切三文鱼吃，想都想死了，凭什么不让我们演？大家放心，我们馆绝对没有任何虐待动物的行为，所有表演动作都是海豚自愿配合的，我们从来不会强迫他们做任何事。说的倒好听，海豚又不会说话，还不是你想怎么编就怎么编。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这种虐待动物的表演，我第一个不答应。海豚是不会说人话，但谁对他们好，他们比谁都清楚。喂，有人非要替你们打抱不平，说你们被虐待了，你们说该怎么招待他？我每周都来打卡，林馆长对这些鱼比对自己都上心，天天守着喂食换水，怎么可能虐待动物？就是这馆里的海洋生物个个活蹦乱跳，还通人性，别家水务馆根本比不了。人家自愿配合演2下，你非得上纲上线，是不是闲得没事干？笑死个人啦！你们几只笨海豚，连个人类都搞不定，还连累王子挨骂。换我上去表演，人类光看我发光就看傻了，半句闲话都不会有。你个没脑子的水母胡说八道！跟王子一起表演的名额是我们凭本事赢的，轮不到你抢。今天居然用皮球砸晕游客，随意伤人是不对的。从明天起，你们不用再跟着一起表演了，老老实实待在池子里就行。好心帮你赶走挑事的，你反倒罚他们。今天那个人是过分，但市面上确实有很多海洋馆为了表演虐待动物。我接手这个馆的心愿，就是做一家没有动物表演的海洋馆。之前是我急着盈利，想得太简单了，所以以后啊，就只有你表演了。凭什么？他们不用演了，凭什么我还要演？因为你现在是人啊，人表演又不算动物表演，合规的很。喂，谢总，什么？还是不吃？行，我知道了，我们现在就过去。差点把度假区那头白鲸给忘了，他绝食好几天了，之前还受过伤，情况不太好。你跟我去一趟呗，你肯定能跟他沟通。我去，是因为白鲸同属深海生灵，父王母后也吩咐过我照顾海族，绝对不是为了帮你。知道了，知道了，全是因为我们王子殿下心地善良，根本靠近不了。他一看到震动就拿尾巴拍水，连血氧都采不了，这怎么治等死吗？谢总，这位迪伦先生就是我从老家找来的祖传秘方，保证药到病除。那就有了2位了。又找来一个江湖骗子，以为他是谁啊？海神吗？就他敢靠近水池边3米，白鲸能直接把他连人带轮椅拍进水里。你看，你看，说不定要发疯了，快离远点儿！白鲸是智商很高的兽，也许他只是想家。亲娘哎，您是亚特兰蒂斯的王子殿下，殿下，您快告诉外面那帮瘪犊子玩意儿，俺不吃鱼，俺要吃虾，活蹦乱跳的大对虾。什么？绝食5天，差点让度假区白鲸馆破产事件，合着就只是挑食？哎，你这头鲸，那我上次来的时候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俺们白鲸那可是海洋里最高贵、最纯洁、最优雅的冰川圣灵，俺能跟你这没毛的陆地猴子说话，传出去俺高贵的鲸格还要不要了？你不配！我靠，你个死胖子，你居然还搞种族歧视！你高贵，你别被两脚兽关在玻璃罩子里啊！你高贵，你别吃活对虾呀！你光合作用去啊！娘子！这女的怎么突然对着水缸无能狂怒起来了？是不是精神有什么大疾？我就说是江湖骗子嘛，治不好开始撒泼了。林馆长，你这是在和他进行某种学术上的深度沟通吗？谢总，别拦我！今天这顿饭我还不治了，让他饿着，再饿他个3天3夜，看他还高不高贵。王子殿下，你身为阿特兰蒂斯的王族，您可不能看着这个两脚鱼欺负俺啊！你快救救俺！你瞅你那损厨，再瞅我把你眼珠子揪出来！你再骂一句试试，信不信我再也不给你带小鱼干了？都给我闭嘴！林夏，你好歹也是我阿特兰蒂斯的贵客，
何必跟一头心智未开的蠢精斤斤计较？只要你今天给本王子这个面子，把这事儿平了，给你打工，当你的免费劳动力。我干了15年兽医，头一回听这种鬼话。你以为白鲸是你家养的金鱼啊？谢总，你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了。采购部，立刻调最新鲜的甜冻北极甜虾，越快越好。谢总，这是胡闹！他要是能治好白鹰，我就把这针筒吃下去。行了，你想吃塑料，也别急着在这儿点菜。温馨提示一下，这医用塑料挺硬的，干嚼容易塞牙。哎呀妈呀，得劲儿，就是这个味儿，4溜一下，鲜甜鲜甜的，直冲俺的天灵盖。这小虾吃着才叫个舒坦，俺活过来了。谢总，他真的吃了，不仅吃了，他还主动跟我要吃的呢！天哪，奇迹啊！这怎么可能？绝食5天的白鲸就这么好了？我刚才这针筒，您是打算直接生吞呢，还是需要我帮您切个片儿，蘸点芥末和红油生腌一下？哎呀妈呀，这小姑娘可太猛了！林馆长，这次真的多亏了你，咱们之前谈的年度联营合作，我现在就代表度假区正式拍板，首笔保底合作费180万，我这就让财务打款。哎呀，谢总您太客气了，为人民服务，为白鲸谋福利，都是我们海洋从业者应该做的。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今天赚大发了，走，我带你去城里的大超市开开眼界，想吃什么随便挑。超市，陆地上那些凡物，能有什么稀罕的？我在阿特兰多斯见过的宝物，你们人类一辈子都见不到。又开始了，嘴硬王子上线。行，您见多识广，那就当陪我去逛街总行了吧？也罢，本王子今天心情不错，就勉为其难给你走一趟。到了，下来吧。这些发光的小袋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好吃的，今天本富婆买单，你看上哪个？指一下，我给你拿。哎，迪伦，这个要先给钱。这个甜味比你之前给我的好吃。哎，这又是什么味道？好怪！再来一口。我的天，这人怎么跟没见过东西一样？看着人模人样的，怎么还偷吃呢？太没素质了！吵什么？不过是几口吃的，本王子肯赏脸吃你们的东西，是你们这小店的荣幸。敢说我偷？王子，你当这是横店拍戏呢？我管你什么王子公主，没给钱就是偷！保安在哪里？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他第一次来超市，不懂规矩，我马上结账，马上，您千万别生气。您看，付了，真的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祖宗，我求你了，这是人类社会，所有东西都得先给钱才能拆才能吃，没有王子随便拿这回事儿，听懂了吗？我的天！陆地的规矩就是麻烦。行，麻烦是吧？那现在我跟着你，你看上哪个就往车里扔，扔进去的我都给你买单，这总行了吧？这个来一箱，这一排我全要了。这些亮晶晶的，每种口味都拿。180万，好像也没那么多了。坏了，光顾着吃了，走，还有正事要办，带你去个好地方，买点要紧东西回亚特兰蒂。还有比芒果干更好吃的东西？我算了算日子，上次给你们的那批种子差不多该采收了吧？当然，长势袭人，亚特兰蒂斯的子民都说那是神赐的奇迹。那就对了，那批种子是杂交的，收完这一季就没了。我们得赶紧买一批新的送过去，不仅要把你的肚子喂饱，亚特兰蒂斯所有族人都不能饿着。大姐，水稻种子来1000斤，番茄、黄瓜、辣椒这些蔬菜种子各翻1倍，再加点西瓜、哈密瓜的瓜果种，另外再挑10几种适合温室环境的果树苗。等着，
我去后面仓库核对库存，叫人给你搬。这水，这甜味，你这人怎么回事？那是给大家看的样品，你属猪的，全给造了。姐，钱，我们给钱，样品我们全按市价买单。他就是替我尝尝咱们种子种出来的果子品质太好了，他没忍住。这个芒果种子要200斤，200斤是吧？好嘞。哎呀妈呀，这玩意儿也太沉了，俺这老腰都快折了。陛下，王后，我把新一批种子送过来了，水稻、蔬菜都给您翻倍加了量，还带了不少果树苗，等种出来，保准全族都能吃上新鲜果子。不止这些，我还特地给你俩带了比你们那什么破圣果好吃10倍的水果种苗，等结了果，保准你们连听都没听说过。胡说八道！你放屁！圣果那是海神赐给咱的宝贝，是信仰。天底下还能有比圣果更好吃的东西？绝对不可能！说啥嘞？你个老头子咋那么严死？哼！恁大声弄啥嘞？正事要紧，别搁这跟个炮仗一样瞎抬轿。行，种子的事儿回头再说。那个林夏，你跟俺来，有件东西，俺必须得给你看看。我的天哪，这也太可爱了吧，像个小糯米团子。这是大灾荒过后咱族里头一个平安出生的娃娃。要是母尼送来的那些粮食被说养大了，就算生下来也得活活饿死啊！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这本来就是互惠互利的事儿嘛。要是没有陛下和王后，还有海族兄弟们给我撑场子，我那海洋馆早黄了。我爷爷留下的家业，我根本守不住。不，没有我们，你也照样能让海洋馆起死回生。该说谢谢的是亚特兰蒂斯全族。啊，这傲娇王子今天吃错药了，怎么突然不嘴硬了？鱼舍都崩了。所以，为了报答你，我和4大侍卫会继续留在海洋馆。报答？我看你是舍不得陆地的芒果干和辣条吧？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哎，宝宝，这个不能吃，脏，快松嘴。这，你们亚特兰蒂德人的眼泪还能变成珍珠？那可不，咱族人身负海参血脉，落泪成珠，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本事，基本操作。想留在海洋馆报恩也不是不行。不过嘛，我有个条件。王子殿下，要不要尝尝这包辣条啊？吃下去，辣得你眼泪狂飙，到时候就不是眼泪了，是珍珠噼里啪嗒往下掉，1颗、2颗、3、4颗，不是一座山，一座珍珠山。我有钱了！我要建一个巨型露天表演池，海底餐厅、VIP 观鱼台，统统安排上。你瞅瞅这陆地小妮儿，眼神咋恁吓人？不会是魔怔了吧？哼，想让我为你掉眼泪，林夏，你是不是忘了我的身份？啊！听好了，我亚特兰蒂斯王子。头可断，血可流。为了区区一包陆地垃圾掉眼泪，绝无可能！你想靠我赚珍珠？我劝你，趁
早，死心！哼！哎呦喂，陆地上的日子嘛，也就那样吧。每周能做一次顶级海藻 SPA， 那叫一个水润。SPA 是什么意思？那边对那边用力一点。SPA 就是你现在做的事儿。天天有人拿个大刷子给搓背、刷藤毫，那叫一个舒坦。我也想有人天天给我做 SPA。嗨，要我说，就是做的刚小了点儿。我这8条腿伸展不开，不过呢，吃的还行。三文鱼、磷虾，顿顿管饱。你聽見未？三文魚管夠。我最煩嘅就係館入邊啲蟹團，日日同我搶 C 位，跳舞好似抽筋咁樣，難睇到死，仲霸住最好嘅位置。等陣睇，遲早將佢哋全部擠去身邊。俺出手多，一次能爆5、6包零食，他們誰也搶不過俺。帶我去，哥，我也要去海洋館，我也想頓頓吃三文魚。還有我也要去搓背，我要去搶 C 位，帶上我幫你報零食。停，都給我停下！唉，去不了了。林夏馆长说了，馆里现在鱼多缸少，都快饱和了，下了死命令，一个都不准再带过去了。完了，我的海藻 CAP 没了，我的三文鱼大餐飞了。嘘，明着去不行，咱们可以偷渡啊。爸爸妈妈，什么动静？哪来的小孩哭声？不是，跟你们说了，等过2天馆长心情好的时候再偷渡噻，哪个这么不守规矩哦？不是俺，都話唔係我咯。一个2个都讲不是自己，那是哪个嘛？总不能是水龙头自己开的。我听到了，下去吧你！好你个老贾，看着浓眉大眼的，结果你背着我们夹带私货，还一带就是俩。我的个海神娘娘啊！这俩玩意儿什么时候长我背上的？我真不知道啊！你個龜背大到可以開遊樂場，多2隻雀仔你都冇感覺，遲鈍到離譜。拿来，把那块破石頭交出來，懂不懂規矩？不給，這是爸爸媽媽留給我的，我要等着爸媽回來找我。哈哈，別做夢了，你爸媽早就不要你了，趕緊把石頭給我築巢用，要不是你死抱着這破石頭不肯撒手，連累我倆能掉進洋流裡，稀里糊塗飄到這破地方來嗎？哇，你胡說，爸爸媽媽會回來的。哎呦喂，我的心都要化了，太可愛了，這毛毛絨的像個大獼猴桃。館長，留下吧，我想養，我要給他當乾爹。館長，求你咯！養什麼養？這是企鵝，養企鵝得建極地館，還得買造雪設備，那得多少錢？把你賣了都建不起地館。小朋友別哭了，這石頭你收好，姐姐幫你找爸爸媽媽，姐姐一定送你回家，好不好呀？没睡醒，我肯定还没睡醒。我昨晚不是把那2只企鵝送走了，怎能还成群了？別睡啦，老闆，我都打聽得明明白白了，你這兒包吃包住，5險1金全齊，待遇好得流油。我靠，不是做夢！土毛熊那個走路乾到人門才妙，我連夜把那些不敢下水，連條小魚都抓不到的倒霉崽子全給你帶過來了，不用謝我。至於我嘛，要求也不高，
看在我是介绍人的份上，给我安排个靠谱的母亲当对象就行，要丰满点嘞。这都是谁瞎传的谣言？谁说我这里包吃包住的？人鱼王子说的呀。他说你这人傻钱多心肠好，不能吧？他长得那么帅，看着不像会骗企鹅的样子啊！敌人！本王子可是亚特兰蒂斯最高贵的血脉，是海洋的霸主。你居然敢让我在这里和泥巴盖房子，这简直是对王室的侮辱！哎呀，王子殿下不想干也行啊，大门在那边，慢走不送。不过嘛，极地馆造价20万，你招来的企鹅你出钱。既然你没钱，所有工资都从你的表演分成扣完为止。不干活，现在就给我滚去卖身还债。盖就盖，你少看不起人。本王子盖的房子，那必须是全海底、全陆地最坚固、最豪华的。连个极地馆都盖不好，我还怎么统领七海？老板，俺不服，同样都是王子的侍卫，凭什么阿石那个蠢货天天漂在水箱里当大爷摸鱼，一干活就装死，俺们却要在这里搬砖？你要是像阿诗一样没手也没脑子，那也可以不用干。正好，我今晚想吃清蒸大闸蟹了，葱姜蒜我都买好了，你要不要试试？俺爱劳动，劳动使俺快乐。为了海洋馆建设，俺愿意奉献所有卡路里。各位游客，极地馆今天正式开放，请大家保持秩序，企鹅游行马上开始。谁摸我？小朋友，企鹅只能看不能摸，它们胆子很小，容易受惊。摸一下怎么了？我可是花了门票钱进来的，摸它是给它面子。我就要摸，就要摸！那个小兔崽子找死是不是？敢拔你爷爷的毛？信不信我用翅膀扇烂你的屁股？哇，怪物要吃我！你看看你们养的什么疯鸟，把我大孙子吓出心理阴影了。今天不赔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我跟你们没完！大妈，是你孙子先动手扯人家企鹅的，你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就是啊，这孩子手也太欠了。关你们屁事！我孙子才8岁，他懂什么？他就是觉得好玩。今天不拿出1万块钱，我绝不走人。我让我大孙子天天躺在你们馆门口哭。大妈，你要赔偿是吧？哼，算你识相，赶紧拿钱！你可能不知道，这是一只纯种阿德里企鹅，身价至少50万。你孙子刚才不仅扯了他的帽子，还拔了他的羽毛，导致他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和身体损伤。既然要算账，那咱们就算算企鹅的毛囊修复费、精神安抚费、误工费加起来，你先赔我们10万块。你少在这儿吓唬老太婆！10万块！你看这小黑鸟活蹦乱跳的，哪有半点受伤的样子？想讹人你也编个像样点的理由。啊！我的阿德里企鹅被吓死了！现在不是赔10万了，是赔30万。要是不赔钱，我就报警把你们抓起来！你少敲诈！一只有臭又黑的破鸟，凭什么要30万？奶奶鸟死了，警察叔叔要抓我们去坐牢了！快走，这地方黑心，咱不看了。站住！正规手续合法引进，起步价30万，发票和海关证明都在办公室。现在是报警走司法程序，还是你自己选？你选什么选？我孙子才8岁，你敢碰我们一下试试？从今天起，本海洋馆永久谢绝你们祖孙2人进入。保安，拉进黑名单。你以为你是谁呀？破水族馆送我来我都不来，我明天就去消费者协会投诉你，让你关门营30业。万，企鹅要是有个3长2短，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倾家荡产你也得赔。疯了，你们都疯了，倒霉催的！呸！什么素质，早该赶出去了。就是，看他还敢不敢到处耍泼。各位朋友，让大家见笑了。我倾家荡产开这家海洋馆，为的是让生存困的海洋动物有一块安全的栖息地，也为了让大家能真正了解海洋生物。像刚才那种不懂尊重生命的恶劣游客，我这里绝不欢迎。说得好，林馆长霸气。保护动物，我们支持你。嘎嘎，老板，我刚才装死装得像不像？是不是特聪明？太聪明了，演技绝对影帝级别。晚上给你加餐3条多春鱼，管饱。嘎嘎，多春鱼，老板最好，跟你果然没错。你呀，各位朋友，大家看。
这位就是我们海洋馆的镇馆元老之一老贾，它是一只棱皮龟，也是现存龟鳖类中体型最大的物种。大伙儿随便看，别敲玻璃吵我睡觉就行。天哪，这得有多大呀？您好眼力，老贾的体长达到了2.5米，体重更是接近900公斤，是名副其实的海中巨萌霸。快看快看，林馆长，你背后那个是魔鬼鱼，你们馆什么时候引进魔鬼鱼了？太酷了！传说在古代，渔民出海看到它，以为是水里的魔鬼，所以才叫魔鬼鱼。它们性情很温和的，还特别爱跟人互动。我操！跳水，他在表演跳水！下来拍下来，这比海洋公园的表演还厉害。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谁让你进我的水族箱的？这是老贾的单间，你懂不懂？那个林老板，你别生气，这是我侄子魔鬼鱼过来看我。侄子儿，老贾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一只爬行纲龟胁目的棱皮龟，它是一条软骨鱼纲燕如目的福蒙，你们俩的共同祖先要追溯到3亿年前的石炭纪，这比我管我邻居家的狗叫二大爷还离谱。哎呀，林老板，这话说来可就长了，你听我说啊，他是我二舅的干妈的女儿的男朋友的儿子，按辈分可不就是我大侄子吗？再说了，林老板，咱们海洋馆的规章制度里可没说不让员工家属高探亲吧？你们来馆里，我可是跟相关部门报备过的。突然冒出一只魔鬼鱼，这不叫探亲，这叫走私，你懂不懂？哎呀，林老板，话不能这么说嘛！我大侄儿又不是外人，你看他多可爱，多给咱们馆长脸。这乌龟成精了吧？还能跟馆长吵架？你懂什么？这叫沉浸式体验。这馆长演技太好了，你看他气的跟真的一样。我不是在演，不行，绝对不行！现在立刻马上让你这个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论出来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侄子给我出去！林馆长，你怎么能这么抠门？人家大老远来看亲戚，你连住一晚都不让，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成年的魔鬼鱼浮粉体盘宽度可以长到7米以上，7米。我们馆最大的主水族缸已经住了八爪和他的死对头大王乌贼。你告诉我哪个缸还能住下他？让他去跟海豚挤一个游泳池吗？姐姐，我吃的很少的，喝水就能饱饱。我还会踢皮球，我真的不能留下来吗？踢皮球，我也会。天哪！你们看，魔鬼鱼在和海豚画符踢皮球，神了！这绝对是神了！这配合比国家队都默契。馆长，你们这个表演项目是每天都有吗？几点开始啊？我真的没有训练他们表演。我懂，拒绝动物表演嘛，我们都支持。但是咱们也拒绝不了动物，它硬要表演啊，对不对？馆长，别说了，周末的特票给我来10张，我要带我全家来看神仙打架。我也要，给我来5张不8张，我也要。阿普啊，你看，既然大家这么喜欢你，这么支持你，那从今天起你就正式成为我们海洋馆的荣誉员工了。咦呀，姐姐你真好。别客气，以后这个缸就是你的了，浮游生物管饱，敞开了吃。好，见钱眼开而已，哪里好了？你说什么？我这是顺应民意，是满足我们尊贵的客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你懂什么？我只看到某人上一秒还喊着没地方住，下一秒就差给钱磕头了。我那是5000。迪伦，你用我的卡买了什么？花了5000块。没什么，我什么都没买。没什么，你给我拿来。你放手！这游戏太难玩了，我花了5000都没抽到那张 SR。你们人类果然诡计多端，阴险狡诈。我给你平板是让你学习人类社会常识的，不是让你打游戏氪金抽卡的。5000块，那是我下个季度的伙食费啊！你别碰，就最后一次，我再抽最后一次，我感觉这次一定能出，再抽不到我就不抽了。好多鱼啊！姐姐，这是我最喜欢的石头，送给你，你养我好吗？
好啊，好啊，当然好啊！姐姐养你，姐姐这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鱼给你吃。凭什么？凭什么他就可以不用表演就留下来？我们都要辛辛苦苦的上台卖艺，他就送块破石头就行了，这不公平！不表演也行啊，那你先把这5000块的游戏充值钱还我，还有，你得付房租、水电、伙食费。你以为住我这里是免费的吗？拿珍珠来付。你不要太过分！哎，你拽我弄啥嘞？正看着得劲着呢。王子生气了，要出大事，他尾巴都拍地上发火了，快跑快跑！我过分，不行，我得看看你最近都买了什么。等一下，这是什么？个、十、百、千、万、10万、20万。第一轮，你还看女主播跳舞，还打赏出去20万，知不知道？还差30万我就能翻新海洋馆了，你倒好，一晚上给我干出去20万，现在直接差50万了。我那是支持艺术，再说了，不就是钱吗？钱？你说的轻巧，你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吗？那大不了我也表演吗？我一周表演2天，不3天，3天还不行吗？现在知道错了，晚了。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不要过来！我早就想这么干了。说吧，那20万的窟窿，你准备拿什么填？我不是已经被你打了吗？打你一顿能换回20万吗？能把50万的资金缺口补上吗？不能。所以我决定了，开拳馆联合团播，趁热打铁，把所有能喘气的都给我拉出来表演。什么？你还想让我抛头露面？我告诉你，林夏，本王子堂堂亚特兰蒂斯储君，岂能做那种供人观赏的杂耍？我绝不。是吗？那正好，我们来算算你住我这儿的房租、水电、伙食费，还有那20万的游戏充值和直播打赏，我也不要多，你给我变几颗珍珠出来就行。这就是你导演的成果。哇，好漂亮的石头！都给我住手！造反了是不是？排队，一个个来，懂不懂规矩？我靠，你敢杀你爷爷！其实我的重头戏是老贾，这帮笨蛋企鹅只是添头。老贾，是吗？你的重头戏好像睡着了。八爪，我不是让你拧瓶盖吗？你拧三脚架干什么？这个螺丝摸起更巴适，手感好得很。好你个头！算了，就这样吧，开始直播吧。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深蓝海洋馆的首场大型真实动物行为观察直播。笨死了，走个路都能摔，赶紧起来！掉队今天扣你半条多唇鱼。哎呀妈呀，这班也太熬龟了，搁这耗着还不如回缸底趴着晒太阳得劲儿。别闹了，别闹了，秧得慌！哈哈哈哈哈！快停手！秧就对了。刚才彩排你还抢我藏的瓶盖，这下晓得锅儿是铁打的了噻。完了完了，我的团播计划怕不是出道即翻车。林夏，我们的直播到第1了。哈哈哈！企鹅队也太真实了，像极了我上学走队列的样子。摔崩的那只宝宝看镜头了，他心里有我，萌死我了。龟大爷这班是上一点算一点是吧？打哈欠也太真实了，主打一个带薪摸鱼，章鱼和乌贼还会打闹，这是什么神仙日常？我能看1天。主播别说话，就让他们自己玩，太有意思了。这也行，嘿嘿，扣掉平台分成，再扣掉电费，我的妈呀！一场直播就赚了15万，50万的缺口瞬间补了快1/3。哼，本王子随便排排而已，也就一般水平。是吗？一般水平就这么厉害了？那要是让你专门给一个物种设计专属直播，岂不是要上天？
姐姐，我也要直播。行，第一场就给我们全馆最会卖萌的海獭。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海洋馆单物种属直播间。看到了吗？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馆里最会送石头、最会卖萌的塔塔。芙蓉圆滚滚，想入啊！别急，我们塔塔是艺术家，表演得看他心情。他现在正在保养他最珍贵的宝贝。这就是海獭的标准开饭姿势，用石头砸开贝壳，纯天然的工具。姐姐，给你吃。姐姐吃，给我呀，谢谢塔塔，你自己吃，姐姐不吃。哇，他还会顶石头，太厉害了吧！这毛乎乎的，看着就招人喜欢。转圈圈，好玩。好啊，小调皮，还抢我发圈，快还给我！他听懂了，他真的听懂了，他在跟我握手。我的心被击中了，血槽空了，需要塔塔亲亲才能起来。我操，这就涨了10万粉！奖励你的，今天直播表现好，尝尝鲜。鲜比扇贝好吃。砍什么砍？我们是来视察工作的。视察，对，视察工作。我看你们是闻着海胆味儿来的吧？说吧，又想干什么？干什么？本纪律委员来问你，海獭都有专属直播了，我们企业队凭什么没有？昨天团播我们人气最高，凭啥不给我们开专场？对，专场我们也要，还要吃的。我的，不给他们吃。哟，昨天彩排是谁带队打群架，把队形搅得稀乱？就这还想开专场，不怕直播现场再打起来？那是意外，是石头先动的手。真直播我们肯定好好表现，保证队形整齐，绝不打架。行吧，看你们这么积极，明天就给你们开企鹅专属场。要是演砸了，这周多春鱼全减半。放心，绝对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哪个稀罕吃海胆哦？我们走，回去练队形。都听好了，今天就是咱们企鹅队的专属直播，一会儿都下水给我练抓鱼，抓着最大的给林夏送过去，让他看看咱们的本事。抓鱼给姐姐，抓鱼。毛毛，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嘞？赶紧下去！我怕水，上次掉进去呛到了，水凉凉的会呛鼻子。怕水？你是企鹅啊？企鹅哪有怕水的？丢不丢哦？赶紧的，跳下去！不下去是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小心点！搞碰了！原来水才这么点深手，好像也没那么可怕。笨死了！这么浅的水都怕，说出去丢我的人，赶紧抓鱼！还好水浅，吓我一跳。姐姐，你看，我抓到鱼了，给你吃。姐姐，我的大，吃我的。我们可是亚特兰蒂斯4大侍卫，跟到王子出来的体面角色，咋个能被几只笨鸟、一只长毛哺乳动物比下去？都醒一醒，出大事喽！咋的了？天塌了，还是林夏不给咱囤零食了？没啥大事就别吵我睡午觉。比天塌了还吓人！你们没看到啊？那群企鹅还有那个小海獭，最近风头直接盖过我们了。中，说得对，可不能被他们比下去，不然以后加餐的小鱼虾都没咱的份了。我生來就很水，使唔使同佢哋爭風頭，真係無聊。听好了哈，明天都给我练点绝活，好好给林夏长脸，让游客都晓得我们才是海洋馆的顶流。我新练了个才艺，绝对炸裂，一出场就能把场子镇住。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馆的章鱼和大王乌泽，它们都是高智商的头足类动物，野外会使用工具，还能通过变色伪装自己。不对啊，智商高我信，但怎么还会干家务啊？真的假的？我看看。
哟，还真是擦玻璃呢。八爪、大王，你们俩在那干什么呢？都是八爪让我干了。他说企鹅海獭都讨你开心，俺俩也得好好表现。我还有别的绝活，比擦玻璃厉害100倍。哦，还有才艺？什么才艺？表演一个我看看。不准演那个，大王你不许整。我喊你不要演，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我辛辛苦苦擦得干干净净的缸，找你一下活活完了，你赔我的玻璃。我搁心里练可长时间了，人家网上都说这叫泼墨艺术，高级的很。幼稚。哈哈哈哈！这也太有才了，海洋馆隐藏艺术家啊！别说，还真有点像鸭子，比我家娃画的还传神。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哎，什么动静？谁在里面敲东西啊？我的天哪！啊，帝王蟹，那只帝王蟹在打鼓。大王，你这是要原地出道啊？老家他今年98龟壳宽的像扇板啊，天天趴着晒暖光啊，一顿能吞半筐鱼啊。咱馆里的日子顶呱呱，游客来了都笑哈哈。要问打鼓那家强，还得看俺谢大王呀。没完了是吧？拿我后背当锣鼓架子了，再敲我给你甩沙地里去。我的妈呀，这螃蟹还会卡点呢，节奏感比我都强。这哪是帝王蟹啊，这是蟹壳当鼓，也太会玩了。馆长，这是你们特意排的节目吗？也太有才了。这都是巧合，对，巧合。没完了是吧？拿我后背当练歌房了。行啊，小子，抓的还挺牢。还敲不敲了？再敲给你扔礁石缝里，关禁闭。大家看，这就是我们馆的扫地僧，专治各种不服。你大爷，专治各种花里胡哨。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东西，不就是几只成精的畜生耍把戏吗？林夏，你算个什么东西？凭几个破动物也敢踩到我头上？李经理，您消消气儿，谁惹您发这么大火啊？你来干什么？我不是说了下季度联营合作取消吗？滚出去！李经理，李姑奶奶，你可千万别断了我的活路啊！再考虑考虑吧。活路？深蓝海洋馆现在热度900多万，客流全跑他那儿去了，我自己都没活路，管你死活！自从那深蓝爆火，我那小场馆客流量直接没了80%啊，连电费都交不起了。您要是再不给我点资源合作，我明天就得关门大吉，带着全家老小去讨饭了呀！倒闭？哪至于啊？它深蓝能火，不就是靠那群稀奇古怪的动物吗？这动物嘛，交际得很。您的意思是，知错点东西，或者半夜受点什么惊吓，说不定2腿一蹬就没了。馆里要是没了镇场子的东西，游客自然觉得晦气，不就又回到咱们这儿了？干了！李经理，您说怎么弄？啊！有鬼！别过来！他咋跑这么快呀？我就想凑过去打个招呼，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呢？傻不拉几的玩意儿，那是正经游客吗？纯小偷，大半夜撬窗户溜进来，能安啥好心？妈的，晦气！先搞企鹅群，这群小东西最吸流量，弄死几只，我看林夏还怎么蹦跶！我靠！一只破鸟也敢吓老子！滚开！别耽误老子发财！来人啊！有贼闯馆啦！干什么？你们这群扁毛畜生想干什么？别过来！哎，松开！
你们这群小畜生，快给我松开！都给我滚开！啊，我的眼睛！哎呀！还给我，死鸟！把东西还给我！就不给，就不给！有本事你过来抢啊！站住！你给我站住！好玩，再扔高点。他好笨呀，都抓不到。你们这群扁毛企鹅，看我不收拾你们！啊！对伦，你听见外面有动静没？哦，刚老贾传消息，馆里进贼了。贼？走不走？再不走，我们准你脸了！我走，我这就走，你们别过来！呀！慌里慌乱的一蹦三尺刀，就这点胆子还来当贼，丢不丢人？阿德哥好厉害！那是，也不看我是谁。以后再有贼来，还这么收拾他。安全了，那群扁毛企鹅追不上来了。这破馆里的东西全成精了，邪门，太邪门了！章鱼！啊！松开！给老子松开！滚开呀！救命！有妖怪呀！哎呦，我的头发！我的头！放我下去！你个成精的畜生！放我下去！救命啊！大王乌贼，这么大！我操！水，全是水！章鱼爷爷，乌贼祖宗，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来了，我肉不好吃，又老又柴。好脏哦，一身臭烘的，简直遭不住。我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贼，敢深更半夜闯我海洋馆砸场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请邪念来下毒，我不该听人撺掇干缺德事儿。妈，这里好可怕，我想回家，我再也不敢了。李馆长，借手机，求你借我手机啊！警察同志，我要自首，我犯了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有投毒罪，我认罪，我全认。求你们快来深蓝海洋馆救救我，这里的动物都成精了，他们要吃我。妖怪成精了！嫌疑人一路念叨说这里的动物都成精了，还说章鱼把他举起来，乌贼撞缸要吃他，这是怎么回事？王队长，他这是做贼心虚，大半夜偷偷摸摸闯进来，自己吓自己罢了。馆里灯光暗，他看花眼了。哦，可他还说企鹅成精了，会抢他的毒药包，还会系鞋带围堵他，总不能也是看花眼吧？馆里的地锦鹅幼崽确实皮了点儿，平时就爱叼东西玩，见着塑料袋、小袋子都爱抢着啄。估计是他袋子掉地上，小家伙们以为是吃的，就凑上去抢了。那他们呢？章鱼和大王乌贼总不能也是皮了点吧？王队长，章鱼本来就是科学界公认的高智商动物，有9个大脑，能使用工具解决问题，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大王乌贼夜间活跃，壮刚可能只是受惊了，真不是什么成精。行吧。对了，嫌疑人昨晚审了一半，招供是一个叫李娜的女人指使他来投毒的，但目前只有他的口供，没有其他证证，我们暂时没办法拘留李娜。你自己多留意，有什么异常随时联系我们。李娜，好，我知道了，谢谢王队长提醒。说说吧，昨晚怎么回事？说说吧，昨晚到底怎么回事？还能咋回事？那孙子半夜摸进来想投毒，被我们逮了个正着。这深蓝是咱们自己的家，还能让外人来这儿撒野？对，家不让坏人进，不让坏人欺负姐姐。姐姐最近都不笑，我听见了。扩建场馆缺好多钱，没关系啊，我们多开直播，多表演节目，钱慢慢就有啦。这种小事交给我们就好。可不是咋的，以前在外海飘着，吃了上顿没下顿，背上藤壶长一堆都没人管。到了这儿，顿顿有鲜鱼，晒那儿有地方，生病了还有人照料。这点麻烦事儿哪能让你一个丫头片子自己扛？就是噻，我们绝活多得很，茶缸、拧瓶盖、叠漆木，哪样拿不出手？多排几场专场直播，粉丝蹭蹭往上涨，扩建的钱迟早凑得齐。还有俺的架子鼓表演绝对火爆，保准场场爆满，游客来了都得竖大拇指叫好。我也能表演水上漂、翻跟头，我也能帮忙挣钱。俺也有才艺，俺还会泼墨画画，游客指定稀罕的很。爷爷，我到今天才明白，你当年拼尽全力要守护的是什么。行，有你们这句话就够了。今晚全体加餐，多春鱼、海胆、磷虾全部管够。至于扩建场馆缺的钱，你们不用操心，交给我想办法就好。你们啊，每天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唉，钱，为什么第一集我在筹钱，现在还在筹钱？你们人类就是麻烦，芝麻大点事儿就愁成这样。是啊，我们人类就是麻烦，不像你们人鱼，每天吐泡泡就行了。我这可是关系到全馆几百口的吃饭睡觉的大事。那有什么难的？这么大一片海，你看上哪儿，随便圈一块不就是现成的场馆了？以后八爪他们也不用天天挤在那个小破缸里抱怨地方小了。圈海？大哥，你以为是圈块菜地啊？你知道光是申请海域使用权要跑多少部门盖多少章吗？你知道建那个海底防护网要花多少钱吗？你知道那些水循环系统、维生系统、配套设施加起来是什么概念吗？我给你算算，就按最便宜的方案，我们现在这点营收，不吃不喝，我连裤衩子都拿去卖了，也得攒上个10年。你知道10年后我是什么样吗？人老珠黄，老的连企鹅都嫌弃我。那个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我的眼泪珍珠不是很值钱吗？你要是实在缺，王子殿下，两脚兽，俺专门过来找你们玩了，惊不惊喜，开不开心？哎呦喂，这不是谢泽藩家的大白吗？你怎么自己跑这儿来了？几十海里啊，大哥，你装了 GPS 啊？呸，闲死我了！你这只白眼珠的属性一点都没变。王子殿下，贴，别过来，一股子腥味儿，赶紧让他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别在这儿碍眼。废话，这可是谢泽藩的摇钱树，丢了他不得报警抓我啊！我这就给他打电话。按预案执行，注意影响。老板，不行啊，白鲸非常抗拒。总经理，这可怎么办啊？咱们暑期白鲸展的门票预售都卖出去整整3万张了，再过1周就要开展，大白要是不肯回去，这展还怎么开啊？迪伦，该你上了。这白鲸怎么还赖上林馆长他们了？别人靠近连碰都不让碰，见着你们就跟见着亲人似的。谢总，
既然它不肯走，硬抓肯定不行，还容易伤着它。不如咱们换个思路，就用我海洋馆门前这片天然海域，搭一片半露天的活动场馆，把我馆里的小型海族表演白鲸展示结合起来，做个暑假限定的海洋联动展。游客既能看白鲸，又能逛室内馆，体验感比单纯的白鲸展强得多。场地我出，现有动物和场馆运营我负责，你出白鲸，出专业送养团队，两边联动引流，总比你硬把白鲸抓回去开展了也蔫蔫的强。可以，海域使用临时广报批的相关手续我来办，3天内出结果，营收利润6、4分，你6我4。我6，谢总这么爽快。白鲸是主动跑过来的，场地在你这儿，本来就是我们理亏。再说你馆里的动物热度不低，联动起来只会赚不会亏。谢老板大气，咱这项目绝对能火。但有一个前提，技术方案必须过关。我老师陈教授是国内顶尖的海洋工程专家，做过好几个国家级海洋公园项目，我现在就请他过来定方案。陈老师，我是谢泽帆。对，有个项目想请您，露天生态海洋馆，在自然海域用围网圈养。小谢，你说的是真的？在自然海域有什么物种？白鲸、海豚、魔鬼鱼、海狮。白鲸，还有海豚和魔鬼鱼，这些动物能在同一片海域和平共处。我现在就收拾东西，明天一早我带团队过去勘测。陈老师，您来了。小谢，图纸我在路上都看了，这个项目理论上可行，但关键是围网的锚固点和声呐布局。你看这里，如果海流速度超过每秒1米，普通围网根本拦不住大型海洋动物，必须用双层结构，外层缓冲，内层加固。陈教授，您说的对，我们的白鲸力气可大了，单层网肯定不行。你就是林馆长，听小谢说你这儿的动物很特别。陈教授，您看那边。棱皮龟，野生棱皮龟根本不会在近岸浅滩停留这么久，还能保持这么放松的状态。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离馆这么远，没有物理防胆，居然不往深海套翼，这完全违背头足类的野外活动习性。帝企鹅，温带自然海域里的帝企鹅群，居然不往南迁徙，还能维持稳定的群体行动，这根本不符合物种迁徙逻辑。还有帝王蟹，深海冷水蟹，自己爬到浅礁上晒日光浴，还有蝠门。没有任何围网限制，活动范围居然卡得这么准！你们怎么都跑出来了？圈海工程还没动工，谁让你们私自下水的？门在港里都快生锈了，出来透透气，怕啥子嘛？我们又不乱跑。海里好宽敞，我们就在边上玩，不往远处去的。你就这么喊一句，他们能听懂？真有回应！这哪是驯养条件反射，这是精准理解语义。嗨，哪有那么神？平时喂饭喊多了，听到我声音就凑过来，巧合，都是巧合。巧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林馆长，我也就直说了，我研究海洋动物行为学快40年，从没见过服从性这么高、认知能力这么强的种群。你跟我交个底，你背后是不是有个专业的动物行为学团队？用的是声学引导系统，还是靶向行为强化技术？啊，什么团队？没有，就我一个人管，哪有钱请什么专业团队？不可能！我看过你们馆的直播回放，那只章鱼会擦缸、拧瓶盖，跟着节奏打节拍，这已经不是简单驯化能做到的。还有那群帝企鹅，群体协作性强的离谱，分明是有成熟的训练体系。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商业核心，我不会白打听。这次合作我免费帮你做全周期生态监测，你就稍微透露一点，你们是怎么建立人和动物的信任链路的？我也好参考用到海洋救助站的野化训练上。真没什么特殊技术，就是平时多陪他们玩，喂饭的时候多说话，时间长了就通人性了，都是土办法，上不了台面。你留给我的这个馆，连下个月电费都交不起了。水泵是用透明胶带缠的。你看，他对人工设备的探索欲。肢体控制的精准度根本不是普通章鱼，这绝对是经过专项认知训练的。林馆长，
我真就是纯学术交流，绝对不碰你们的商业机密。你就告诉我，是不是用了最新的神经反馈训练法？哎，别捣乱，回水里去。陈教授，真就是土办法，可能我天生招动物喜欢，他们都愿意听我的。天生招动物喜欢？不可能，动物行为学里没有这种玄学。林馆长，有件事我想请你出手帮忙。陈教授，您说。是我一个老友，林氏星海海洋馆的馆长，他手里有3只动物出了严重的行为问题，业内专家找了个遍都没什么起色。我本来正跟着发愁，今天见了你管理动物的状态，全行业没有比你这儿更适合康复的地方了。什么动物？一只成年夫妇在3米宽的展缸里关了4年，刻板行为严重，频繁攻击同缸个体，已经打伤3条同类，管理人都叫它吃同事的熏鱼。第2只是雄性北极熊，场馆终年不见自然光，空间狭小，焦虑性脱毛，背毛掉了一半，每天对着墙重复晃头，停不下来。第3只是成年雄虎鲸，圈养9年，肺部完全弯折下垂，近3个月连续攻击3名驯养员，攻击性越来越强，再控制不住，只能走安乐死流程。虎鲸还有北极熊，这下管理可太闹热火了。都是憋出来的毛病。地方够大，日子够自在，比啥药都管用。行，动物可以放我这儿康复，但得按我的规矩来，不强制训练，不人为干预行为，全靠他们自己缓。你们只负责日常体检，别的不许插手。没问题，全听你安排。第1只福门后天一早就运到，我亲自跟车过来。林馆长，这是明珠海洋世界的刘馆长，今天送来第1批康复对象。林馆长，我这条福妈真要了老命了。怎么了？她得了怪病，嘴巴24小时没合上过，天天就知道律师。刻板行为？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她把观赏鱼全吞了，10几条小鱼换了3批，全进她肚子了。误吞的，可不是嘛？她根本不看，就是机械的张嘴律师，小鱼游过去就被吸进去了，我那些蓝刀神仙鱼全没了。先放吧，让它适应一下环境。哇，好大的鱼，是新朋友吗？嘿，你好呀！救命，它要吃我！这家伙怎么回事啊？见面就要吃我，它好像不太正常。林馆长，你看，它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这情况不太对劲。这是典型的刻板行为。刻板行为？长期困在小缸里，它只能靠反复滤食缓解焦虑，时间久了就停不下来了。那可怎么办？我试过换大缸，没用。要让它恢复正常，得有同类引导。同类？对，得让它学会正常的社交行为，打破这种机械循环。魔鬼鱼，过来！不去，那家伙太可怕了。你过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啊，那只大鱼生病了，只有你能帮它。我才不要，它差点把我吃了。它不是故意的，它只是太焦虑了。你要是能把它带正常了，我以后浮游生物管够。还有，每天给你煎虾酱，当然真的。而且你想想，你要是能治好这么大一条鱼，多有面子啊！真的，别怕，它很温柔的。可是它真的不会吃我吗？你比它灵活多了，躲得开的。好吧，为了鲜虾酱。吓死我了！这家伙眼里根本没有我。现在是上午10点，浮母已经绕了47圈。林馆长，这真的有用吗？得给他时间。魔鬼鱼，你别只躲，试着打断他的节奏。来啊，看我的！哎呀，魔鬼鱼贴上去了！不行，我要吐了。喂，这是给你准备的好吃的。还是不行啊！至少它绕弯了，这是反应。看我的绝招，倒立漂移！唉，还是不行啊！至少它绕弯了，
这是反应。他抖头了，这是第一次。记下来，时间、频次。皮皮，来帮忙。这家伙真是个木头。第2天了，还是这样。别急，刻板行为不是1天2天形成的。我就不信了。停了！他停下了。天哪！在看我！他居然主动停下了，这是突破性进展，成功了，真的成功了！别高兴太早。这又开始了，只是换了个动作。刻板行为只是转移了，他还是在用重复动作缓解焦虑。我白忙活了。林馆长，你在想什么？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你疯了！好不容易调理好转的服药，直接放归大海，不放回真正的大海，困在人工缸里，他的心病永远好不了，刻板行为根治不掉。那是野外近海开放水域，无围挡无管控，一旦走彻底跑丢，这个珍稀观测样本就没了，谁来负责？有阿福跟着带路照看，他不会乱跑，也不会走丢。你就这么相信一条鱼的分寸？太冒险了。我信他，也信他们之间的羁绊。别怕，带你去个超舒服的地方。完了完了，我筹备这么久的观测论文，这下彻底泡汤了。哈哈，我也生了！快来，这里好玩。抓不到我，抓不到我！你看，你看，那边有大鱼。你这是在谢我？快看快看，他们在跟我们打招呼，太可爱了！刻板行为完全消失，状态比野生个体还好。那您赶紧去写吧，这是国内首例啊！论文发出去绝对轰动学界，我现在就写，今晚必须交稿。林主任，陈教授安排的第2病人到了。什么动物？北极熊。这……哟，这熊咋秃噜皮了？也太磕碜了！这熊叫北极熊，在小海洋馆关了6年，展区就巴掌大一块，天天关着，急的，背上腰上的毛掉了一半，还有特版踱步，治了大半年，越治越糟。踱步有多严重？步幅分毫不差，脑袋一低一抬，跟机器似的，连吃饭都不停。先把它放进海洋馆极地馆，铺厚点冰面，准备雪堆。好嘞。完全不看周围，三文鱼就放在北极熊脚边，他走过去，走回来，眼睛都不瞟一下。哎呦，这熊咋回事哦？走路跟画圈圈一样。土猫熊，土猫熊，走路跟个机器人一样的，笨死了，笨死死的，走不动道啊！啊？切，拍都拍不准，真的笨得抠脚。走了一整天了。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冻鱼冰块，还得搞点悬挂玩具。把冰块放中间，球放靠墙那边，纸箱里塞点零食。好嘞。哎呦，这秃毛熊还在画圈圈哦，
真是轴得很。他咋不吃鱼嘞？好奇怪哦，莫不是傻掉了吧？还是不行。看我的精准打击！打中了！我手艺绝了！切，真是块木头疙瘩。小崽崽莫过去，危险得很。再来一次。他停下来了。哟，终于晓得吃东西了，不容易哦，看来没彻底洒透。快跑快跑！秃毛熊发疯耍球啦！你看，它背上长毛了。真的，白茸茸的一小簇。北极熊，过来！你真的好起来了。快跑！唉，行吧，拆家就拆家。救命啊！秃毛熊追我们！它现在不秃喽。这是北极熊？对啊，您不认识了？不敢认，不敢认。半个月前还蔫得跟霜打的茄子似的，现在……这恢复的也太好了。多亏了企鹅们天天陪它闹。又有谁到了？最后一位重症患者，这是最后一个病例，也是最棘手的。比北极熊还严重。北极熊是抑郁，这位是暴躁。陈教授，罐体可以打开了。等等，我得先说清楚，这头虎鲸叫海啸，成年雄性，在表演场馆待了12年。12年？对，12年高强度表演。加上虐待，贝奇已经完全弯绝了。最关键的是，他有严重的攻击行为，咬伤过2名饲养员，撞坏过3次缸壁，场馆实在控制不住，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送过来的。那我们，所以大家都小心点，别靠太近。我的天，这声音太吓人了！咦，来新朋友了。他好凶啊，比我还凶。没事没事，他不会出来的。不好，网要松了，加固隔离网，快！陈教授，这家伙太暴躁了，我也不敢，万一他冲出来怎么办？那就先别下水，用绳索从岸上加固。他为什么这么暴躁？12年的虐待，换谁都得疯。这东西通人性，还记仇，根本没法近身。对啊，听说他咬伤的那2个饲养员都是打过他的，所以他现在谁都不信了。地轮，啊，他停下来了，怎么回事？迪伦，你刚才说了什么？他只是害怕而已。林夏，迪伦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怎么让海啸停下来的？哎呀，可能就是运气吧。海啸自己累了。累了？
他撞了20多分钟都没停。迪伦一开口他就……陈教授您先忙，我跟迪伦说点事儿。你老实说，刚才到底怎么回事？我跟他说话了。说话？你会虎鲸语？虎鲸是高智商海族，所以他认出你了。我问了他以前的事。他说什么了？表演不好就饿肚子，不听话就关小黑屋。贝奇湾是因为水池太小，长期压力导致的。那他现在？他不是熊，是被打怕了，只能靠攻击保护自己。不能再让他受伤了。从今天开始，不强迫训练，不近距离接触，每天按时把食物放在隔离网边，放下就走。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表演？他不是工具，是生命。那他的康复计划？慢慢来，别急。他根本不理白鲸。这也太冷漠了吧！急什么？才第1天。林夏，他叫了，他回应白鲸了，真的。有戏！天啊，他把球顶回去了！他愿意互动了，他愿意互动了！你看，你看，海啸在跟魔鬼鱼玩。天啊，他都1个星期没撞过网了。海啸，吃饭了。林夏靠那么近，没事吧？海啸，他让林夏摸他了。你们看，皮质醇水平下降了60%，心率也恢复正常了。攻击行为呢，完全消失了，连撞网都不撞了。那他现在算康复了吗？是的，他挺过来了。林夏，你知道吗？高智商鲸类的心理创伤是最难治的。有些个体被虐待过，一辈子都恢复不了，到死都是应激状态。那海啸，可你只用了不到1个月，不到1个月呀！他的各项指标都在稳步下降，行为模式完全改变了。虎鲸也太帅了！之前还说他会咬人，现在这么活泼，林馆长真的是动物克星吧？不对，动物福星。小子，不撞网了？不撞了，这儿挺好。海啸，下午打水光来不来？3对3，我喊上老贾和魔鬼鱼。以后就在这儿待着吧，没人逼你跳高台，没人扣你鱼竿，想玩就玩，想睡就睡，怎么自在怎么来。3只全康复了，状态比预想的好10倍。林馆长，我搞了40年研究，今天是真服了。3个馆长商量过了，这3只就留你这儿了，后续饲养医疗费他们全包。正好凑个问题儿童康复天团，以后专门收别家管不了的小家伙，我还能增收一笔托管费。你呀，真是天生吃这碗饭的。不说了，我去看看迪伦怎么还不出来。上次被警察传唤，公司直接开除了我，害我失业。林夏，我就不信你没点见不得人的猫腻，把你这破馆搅黄不可。迪伦，你怎么还没好？观众们都等着呢。我可是亚特兰蒂斯尊贵的王子殿下，等我是他们的荣幸。王子，阿特兰蒂斯，林夏怕不是短剧看多了，开个海洋馆把自己开疯了。
迪伦，你快点，客人马上就到了。鱼尾，真的是人鱼！好，太好了，林夏，你藏的可真深。什么治愈动物白鲸联动，原来全靠窝藏怪物搞血的。等首展那天，我把视频公之于众，我看你怎么收场。迪伦，你上岸也有些日子了，那个叫林夏的小妮儿，你觉着这人咋样？也就那样，做事风风火火，还总爱怼我，勉强算个靠谱的人类。咦，就只是勉强靠谱？那是谁天天跟俺俩念叨？他救了几百只海里生灵，还把快要倒闭的海洋馆给翻活了。我就是客观陈述事实。你得心里有数，当初我给你母后答应让你上岸帮他，可不单单是为了报答救命恩情，俺俩一直在暗中观察，看他有没有资格当人类跟阿特兰米斯之间牵线搭桥的人。你们的意思是？考察过关了，这人的心性本事全都够用，俺打算正式跟人类世界重新往来，互通物资，交流文化，时间就定在他北京首展那天。那天人多，关注度高，再合适不过。行吧，我知道了，我去跟他对接所有流程。别急着把海螺关掉，跟母后说实话，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小姑娘了？不聊了，我还有事儿。林馆长，你刚才说什么？阿特兰蒂斯？你没跟我开玩笑吧？那不是神话传说吗？我知道你不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跟我走一趟，亲眼看看就知道了。现在就走。水下城堡真的是亚特兰蒂斯？活的城堡真的是活的亚特兰蒂斯，这是跨时代的发现啊！林馆长，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说？林馆长，这是我立刻上报上级，如果正式建交，白鲸首展日是最好的公布时机，流量和关注度都拉满了。我也是这么想的，阿特兰蒂斯那边也定了当天公开，两边同步官宣。我这辈子能亲眼见到亚特兰蒂斯，死都值了。大白，你能不能麻利点儿？人家海啸都落水里了，你还在半空晃悠，跟逛菜市场似的。我已经很努力了嘛，都认真点儿。今天排练完有大事宣布，首展那天有超大惊喜。啥惊喜？是不是要加鱼竿？保密，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保准比加鱼竿还刺激。等城邦升起来的时候，迪伦站我左边，不用紧张，说错了也没事儿，有我兜着。谁紧张了？我什么大场面没见过。行，我们狄王子见多识广，到时候别忘词就行，不然丢的可是阿特兰蒂斯的脸。热搜都安排妥当了，当天我一上岛，你们立刻全网推送。大姐放心，10个营销号同步发，水军都备好了，保证1小时内冲热搜第一。林夏，什么动物康复、白鲸联动，只要人鱼的是一报，你这馆直接就得查封。终于等到首展了，听说虎鲸、魔鬼鱼、北极熊都有节目，值回票价。怎么办呀？好多人，我会不会跳错动作啊？怕什么？跟着我跳就行，跳错了也没人说你。别怕，别怕，等会儿有更大的场面，保证你们看傻眼。比小鱼干还好看吗？那当然，小鱼干算什么？哟，刚才谁说自己见过大场面？这一脚都快被你抠出洞了。我就是怕人类没见过世面，当场吓晕过去，我还得负责叫救护车。放心，陈教授他们都打过招呼了，安保也安排妥了，上级也批复了，今天同步官宣。林馆长，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走，上台。欢迎各位来到深蓝海洋馆白鲸联动展的首演现场。今天除了海洋动物们的表演，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要正式跟大家公布。
大家别听他胡说，林夏就是个骗子，他窝藏非人怪物。你们看，这个坐轮椅的男人根本不是人，他是人鱼，是怪物。林夏把他藏在馆里，指不定在搞什么邪门高档。大家赶紧报警，把这怪物抓起来查封场馆。怎么，都吓傻了？我告诉你，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我的妈是什么？那是城堡！亚特兰蒂斯，是亚特兰蒂斯啊！我不是在做梦吧？不好意思啊，这位女士，抢我台词了。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欢迎来到亚特兰蒂斯城。从今天起，这里将正式对人类开放参观。深蓝海洋馆是唯一指定入口。